在做什么？你怎么来了？那恋就是这样，会瘦会黑，也没有地方剪头发。先不说我，你怎么一声不吭的就来了？是唐朝吧？他最爱多管闲事，而且他今天临时找了活做，行为可疑，大概是想将功赎罪。不能，回来照样罚。那得罚你以后加班的时候少喝咖啡。如果你困了，可以给我打电话，无论多晚，我都会接。是我的加练闹钟。这届新兵的实力很强，我如果不加练，到时候实训比不过他们，我就说不过去了。嗯，是这样的，我会好好休息的，但我还有最后一个加练项目了。这个项目是今天唯一的核心训练，核心力量很关键的，能锻炼实战中的爆发力和耐受力，这样才不容易受伤。所以，就让我做完这个项目，好吗？放松一下。
还好，一般训练的最后一项都是最轻松的。负重20公斤的重物，跑6000米，训练射靶2小时，泥地自由搏击2小时。早上6点。本质上是跑步打拳没错。这是这都是你准备的吗？顾称这小子也把我卖了。为什么要水盆和水壶啊？你要给我剪头发？啊，不用这么麻烦，我们还是一起休息。啊，当然不是。遵命。那就不了。不是，很舒服。只是我舍不得让你总替我服务，所以还是算了。怎么了？嗯，我很想你。确实不辛苦。其实这些都还好。之前的拉练，我们要徒步穿越原始森林，自行解决期间所有食宿。像是暴雨天气，找不到山洞露宿，只能在泥地里过夜，也是常事。总之，我的意思是，我很好，尤其是每次训练结束之后，看到你的嘘寒问暖和分享给我的那些日常，我都感到很开心。在你眼里，我很辛苦吗？原来是这样。
报告长官，我以后会不那么可怜的。什么办法？你说的这些话，已经让我忘了所有的辛苦，只剩幸福了。为了让队员们时刻保持警惕不深睡，这里的床板其实都很硬。但现在抱着你，我第一次觉得这张小床很舒适。谢谢你到这里来，给我放了一天的假，也谢谢你心疼我。不用了，你的手艺我很放心。喂，找我吗？这么晚了，你还在公司？是看到我口袋里的购物小票了吗？是给你的礼物，本来想给你个惊喜。是受了点小伤，但没瞒你，我记得我们之前的约定。但这次的伤都不需要包扎，没到要打报告的程度，你可以随时来检查。没关系的，你最近加班也很累。遵命，我会全部都吃光的。不过你知道现在几点了吗？早上你和我说过，今天不熬夜加班的。你这是在严于律己，宽以待我。我现在去接你下班。要对自己好一点，相信这位长官懂得言传身教的道理。有吗？大概也是你教的吧。你慢慢收拾东西，我一会儿到你楼下接你。今晚风大，记得穿上外套。